一场奸杀案，犯人王二勇的死亡将三大队全员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由秦昊主演的电视剧《三大队》正在热播中，该剧改编自深蓝的小说，请转告局长，三大队任务完成了。程斌原本是三大队的队长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不管是程斌还是三大队都是名声在外的。但是随着犯人王二勇死在了审讯室里，程斌的人生敲响了丧钟。很快程斌被判刑，他被判了8年的有期徒刑，因为表现良好减刑1年。7年后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是程斌那颗追凶的心没有变化。他找到了曾经的伙伴，虽然都已经物是人非了，但是他们还是一同踏上了追凶的路程。他们用了12年的时间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，终于在贵州将凶手绳之以法了。他们不放过任何的一个细节。曾经程斌将王凯这个化名排除，因为工人告诉他，王凯和他老婆回贵州了，他们之间还有一个5、6岁的儿子。但是后来杨建涛请程斌去过去的小摊子上吃饭，还见到了摊主佟锤。杨建涛说佟锤娶了一个2婚的，做了县城的爹。程斌才想到王二勇也很有可能找一个2婚的，做了县城的爹。当初王凯的很多信息都和王二勇对上了，但是因为有孩子而被排除了。最终在贵州，程斌伪装成一个送水工，成功的将王二勇捉拿归案。你的面子是囚犯，但是里子还是警察。这是在监狱里洪忠对程斌的评价。最终程斌也终于完成了自己警察的使命。蔡斌曾经三大队的一员，后来921的案子后，他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。出来后，妻子也和他离婚了。他在批发市场外面摆起了一个小摊，卖一些佛珠、手串之类古色古香的物品。几年的摆摊生涯让他的嘴皮子流利了不少，已经习惯了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一串佛祖被他夸得无所不能。卖这些东西开始是营生，卖着卖着就把自己给卖进去了。身心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，这才是生活。程斌问他为什么跑那么远的地方来摆摊，他说碰不上熟人。蔡斌一开始是不愿意重回追凶的，因为921的案子他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给葬送了，但是最终还是来了。他在湖南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胃出了问题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治疗，而是将时间放在和兄弟们一起追凶上。众人都知道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胃癌晚期了。也许一开始他就选择了治疗，一切应该是不一样的吧。廖健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，出来后廖健被老家的族谱上除名了。曾经他还是警察的时候，老家的那些人多少求着他办事的，如今却一点后路都没有给他留。廖健的儿子廖晓波高考差17分，没有考上大学。其实在出事前，廖健的条件也是几人中最差的，平时都是蹭同事的烟，连给儿子零花钱都很少，还被马振斌吐槽过，他的口袋是黑洞，对别人抠也就算了，对自己的亲儿子也那么抠。那时候马振斌还掏了100给廖晓波。由此可见，在廖健坐牢的日子里，儿子的廖晓波的日子过得到底有多艰难。最终廖健还是选择了儿子廖晓波，毕竟生活已经很难了。徐一舟被判了有期徒刑6年，小徐是三大队里最年轻的。出事的时候他才刚毕业不久，浑身充满着活力，对三大队的敬仰。徐一舟的再次出场是所有人中最令人意外的。他在和一个癫狂的恶犬搏斗，后来恶犬恢复了清明，他又给恶犬喂了食物。小徐把那些狗都养得很好，每一个都油光锃亮的。程斌曾经开玩笑说自己要去养警犬，结果小徐先养上了狗。从前那个充满理想的少年已经变成了历经沧桑的男人，他的五官和身体被命运击碎后又倔强地重新组合在一起。外表看着没有变化，但是内里已经天翻地覆。小徐的父亲是老师，当初小徐被判刑的时候，小徐的父母坐在旁观席上，明显看出是一对有文化的夫妻2个。在摸牌的时候，小徐给学校装空调，看到讲台上讲课的老教师，小徐想到了自己的父亲。后来小徐和一个女营业员结成了夫妻，一起回到了女孩的老家。小徐见义勇为救了女孩，女孩也爱上了小徐。
虽然小徐没有坚持到最后，但是小徐最终的结局很圆满。马振斌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，他也是几人中出狱后唯一家还在的。为了支撑他这个家，他的老婆李春秀吃了很多的苦。李春秀晚上要经营大排档，白天要照顾马振斌卧病在床的老娘和年幼的孩子，所以对于程斌等人的到来，他是不欢迎的。他有预感，程斌他们是来带走马振斌的。他好不容易熬过了5年，他不想再回到从前的日子。但是李春秀其实内心还是很认同他们的，曾经遇到客人说他们的坏话，李春秀还和人吵起来了。其实不管是程斌还是马振斌，他们在家庭中花费的时间都很少。程斌没入狱前，妻子刘叔过的就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，进去后，刘叔的生活又多了几分嘲讽。妻子没有能够阻止得了马振斌，马振斌义无反顾地和程斌踏上了追凶之路。但是最终李春秀被烫伤，马振斌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，因为李春秀说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。程斌最终在贵州抓到了王大勇，他这个时候已经结婚，老婆是一个二婚的，带着一个孩子，他还保留着以前的习惯。王大勇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，每次抽烟都会把烟掐灭在烟灰缸，但是烟头会被挑出来扔进马桶。但是就算他再如何小心谨慎，还是有纰漏。